啊，这几年俄罗斯这个俄乌战争还蛮受关注的哦。你觉得你对这场冲突有没有什么看法？俄乌战争的话，其实最大的一方面还是乌克兰局势比较复杂。那么俄罗斯局势现在相当于是说是被迫的，是被乌克兰给逼迫的，但是具体的一些形式我们就不太去了解，就不太去谈这方面嘛，毕竟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。那据你的了解，他们是怎么打起来的呢？那肯定是乌克兰先挑衅俄罗斯，如果这个乌克兰不挑衅俄罗斯的话，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。世界是和平的，而不是复杂的。可能就是西方国家那边想就是侵略人家的领土嘛，侵略俄罗斯吗？对。然后在背后给乌克兰那些支持啊，这样子，然后俄罗斯也是坚决不让步，就说如果你一退的话，就是一退再退。你觉得大部分就年轻的中国人啊，会关注这种政治时政吗？我觉得是有关注的，就是我在网上刷一些军事频道，我也是看见有很多人在讨论的。那你认为这个个人感觉这场战争最终谁会赢？我个人感觉是俄罗斯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特朗普不是重新上任了吗？好像我刷到的一些关于特朗普，就是说他自己不是承诺说要停止战争了吗？因为他们打得挺久的了。应该来讲的话，初期关注的比较多，因为这个仗打的也蛮久的，对，2-3年了哈。对。那据你所知，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嘛，都是原来的前苏联的这个成员国嘛，对吧？然后也比邻，所以说的话，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又跟欧洲大陆离得比较近，我想应该是国家包括一些资源，包括一些世界地位方面的一些政见不同吧。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马上要结束了，因为特朗普上台了。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就会结束？因为特朗普就是在选举的时候，比如说那个，如果他要那个当选以后，他就把那个乌克兰那个战争就把美国往这边撤，然后就会结束全球的一个战争。他当时自己说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？你感觉能实现吗？我感觉有点悬。我感觉可能就会拉拢选票吧。新闻上每天都在报道，都有看。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吗？就是边境冲突嘛，相当于是对边境的一些争议，然后就在民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摩擦之后才开始了。你的了解呢？起因那个不是很清楚。多少了解一些无穷必现了。这个我觉得要把发言的机会给到他，因为他比较全面。你觉得他们这个战争是怎么发生的？网上找到的很多资料都能正面或者侧面佐证的更加全面。这一块的话，言简意赅的说一下，是相信祖国判断，跟着祖国走，对吧？不愧是马列主义的继承人啊！我可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你是吧？觉得哪一方会赢呢？赢的那方会赢。哪一个方？赢的那方。看吧，看国际形势吧。反正我做外贸的，我只希望不给我们受影响就可以了。有影响吗？有的，因为汇率啊什么的。因为像你想做俄罗斯生意的话，现在不是因为制裁嘛？制裁导致我们想跟俄罗斯做生意，可能你只能去汇款，这种会很麻烦。那说到俄罗斯，肯定人家也会联想到普京嘛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啊。对普京的印象怎么样？普京就是特别有理想的一个统治者，这样子的一个叫总理还是总统吧？总统。我觉得他个人还是蛮有魅力的。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，就能获得他们自己本国跟作为外国人的一些好评。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，就是普京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在等着想要采访他，当时普京开完一个会之后，还是单独接见了这个小朋友，并且接受他的采访。而且普京对妇女跟儿童都是非常温柔的，然后他的那些比较直爽的一面呢，就是留给一些
就是不太友好的国家。那你觉得大部分中国人对俄罗斯或者是普京的看法是什么样的？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他的性格还是蛮喜欢的，就还蛮讨中国人的喜欢，因为中国人都比较喜欢这种做事情比较直爽、比较直接的，就是不喜欢谁的话，他们就会跟谁正面的刚一下。我觉得普京总统是一个非常讲友谊的一个总统，是非常讲世界文化的一个总统，是非常有素养、涵养的一个好总统。因为他跟我们中国是友好国家，然后也是世界和平的一个代表之一的一个国家。他还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领导力的一个领导人，然后也有非常应该来讲是非常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。在俄罗斯，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个总统嘛，做了几届，所以说的话呢，给俄罗斯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发展和变化。您说个人魅力啊，其实不仅是您，还有其他人也提到过。他哪一些事情或者哪些报道让您觉得他这个人很有魅力？比如说他多次连任，他对国家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，他的政策会比较连贯。然后的话呢，对于这个和周边国家的一些关系，都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。对普京的印象是什么？牛逼。哪方面牛逼？军事很厉害，人格很有魅力。他怎么人格有魅力呢？他会开飞机，对，他还会和动物有交流。还有吗？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。然后怎么关注的这个关注点？他女儿长得漂亮吗？漂亮。是你喜欢的类型？不是。不是。你觉得普京在中国受欢迎吗？受欢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家喜欢他的什么？他来了就知道了。欢迎 ，Welcome to China。这不是用俄语吗？应该。哈拉说，哈拉说。说好。哈拉说，普京总统。我觉得普京大帝，其实我感觉是一个，就是一个人能扛起一个民族那种，我感觉很强，很厉害，也挺佩服他的。他就是怎么说，一个人扛着那个国家那么大重担，去以一己之力去对付乌克兰，确实就敢跟美国叫板，还是很强的。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。他有做什么事情是令你觉得很厉害的？就包括他就是从政开始吧，然后他不是，这能说吗？他以前不是当过克伯的那个嘛，就。那个行事风格很雷厉风行，然后就包括从政以来，就是对车臣啊，还有对反恐啊，然后包括现在的那个，这能说吗？在世界上能说。给我们感觉好像普京的话，就对外就比较强硬，对，很果断，对，是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把那个苏联解体之后的那一个低迷时期嘛，就全部给。就走出来了嘛，带着俄国走出来了嘛，比较帅。我一直在想他有没有克隆的另外一个普京，然后呢？然后跟他合照。只是合照？贴也可以。普京他是一个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领导人员，而且他一直跟我们中国保持一种比较友好的关系嘛，然后经常来访华之类的。然后他个人是比较有魅力的，感觉一种很沉稳，就是很有气势，很有那种给人一种很安心的，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领导人。就是他的什么方面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？就看他平时出席活动之类的，但是具体事情不是很记得清楚。他老在新闻上出现。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不苟言笑。其他没有。对，就是我差不多吧，就是因为他科克伯出身嘛，就感觉还是一个挺强硬的一个人吧。你觉得他在中国受欢迎吗？我感觉中国人好像更在乎特朗普最近。对普京的关注少了一点，可能特朗普最近的这个大选让他名气太高了，人气好像涨了一下。还蛮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比较绅士，
从哪方面可以看出他绅士？就是从他的讲话和他对国内的，就是对中国的这些态度吧，我觉得他是比较绅士的，然后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。那你觉得其他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应该都还可以吧，我觉得都叫普京大帝吧，一般都叫。为什么叫普京大帝？因为他就是很，我觉得就是说做就做，就是说开战就开战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决断性的。很棒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酷的男人啊。对，怎么酷了？敢跟美国对刚呀！我觉得这种男人就很帅啊。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的话，他是为他的国家，就是希望保护好他的国家，很厉害的一个人。那你就是据你在网络上看到的，中国人的评论也好，或者是发的帖子也好，你觉得普京在中国受中国人欢迎吗？好像还是挺受欢迎的。有一些人就说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，但是还在守护着俄罗斯。就是苏联解体之后，就他一直在努力让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好。这种普京，我的偶像。是吗？为什么是你的偶像？就是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他就是很刚啊。前段时间不是发生跟那个北欧啊，还是什么欧啊？你就说一个人挑整个北欧，很厉害。那除了刚刚您说的，你觉得对普京还有其他的印象吗？对他的了解有多少？没有，就是感觉很帅。你的偶像你不去了解一下？你觉得俄罗斯在世界的地位怎么样？影响力怎么样？我感觉俄罗斯的话，这不是苏联解体有13个国家嘛，俄罗斯占地面积最大，然后呢，它的核武器那些就是武器还是很强的。虽然它那个生活物资，就比如那个刷牙这种牙刷这种东西比较紧缺，但是对那个肉啊什么的，然后呢和战争武器啊，就他们研发还是投入比我们中国要相对而言多一点，发展早一点。因为毕竟它是继承了苏联很多东西。一直是军事大国，也是一个政治大国。国土面积、包括人口以及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的话，那肯定是不容忽视的。因为它也是个大国，在世界地位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国家。毕竟它的国土面积比较大，而且它的有丰富的石油资源。俄罗斯啊，不全世界最大的地方吗？经济的话可能一般吧，但是武器不是最厉害的吗？还是很大的。你从哪一方面？军事和一些物资吧，因为俄罗斯也比较大，我觉得还是影响比较大的。挺大的呀，不就是美国、俄罗斯嘛？对。好。和中国一样的什么？那我不是第二吗？但怎么能一样呢？我们是第二吗？我们不是吗？我们是第二。那他们难道也第二啊？他们第一。那美国的呢？那美国的第三。你觉得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多吗？中俄是个友好国家，然后的话，两国也是兄弟友谊之国。中国对俄罗斯的了解应该是比较多，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也是比较多。应该也还好吧，我觉得好像去俄罗斯留学的和去俄罗斯旅行的都比较多。有想过去吗？对，想过去。想去哪里？就去他们的那个莫斯科吗？对。因为他莫斯科不是有一个那个火车嘛，还是蛮想去的。其实不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能够脱口而出一些外语，但是其中没有就是俄罗斯语，可能也是它比较难学。你知道俄语吗？一两句？我只会说一句。哈拉少，哈拉少，我只会说这一句。对。应该在东北三省那边应该挺多的，我们这边偏南方地区应该不咋了解。这个就我身边的好像不是特别多。我感觉东北那边了解应该挺多，因为漠河那边不是关税什么的都就是白天可以过来吃早饭嘛，感觉那边应该是那边比较挺多的。不是韩国吗？对，俄罗斯的。你会说俄语吗？不会。俄罗斯你知道是哪个吗？你说一下。苏卡布列。就是那个。有点东西。说到俄罗斯，首先想到什么？
俄罗斯妞，很漂亮，美女多是吧？是。大白毛子，是吧？你想到的是什么？你想到相反的，就是我想到的。嘿嘿嘿，这是不能播的。好。那边的人特别壮，特别高，长得特别好看。那边的人性格都比较豪爽，比较直爽。从哪里得来的印象？就是在网上刷到的。战斗民族，然后女的又漂亮，身材又好。说到俄罗斯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俄罗斯方块真好玩。巧克力吧。你有吃过吗？吃过。觉得怎么样？之前有去那边玩过。哦，去哪里了？莫斯科。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经历吗？那边挺多帅哥的，美女也很好看。对。说到俄罗斯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的糖果，因为我以前我家里面买过来吃，然后我觉得很好吃。普京大帝普京大帝，叶卡捷琳娜大帝，战斗民族，普京，烤肉，贝加尔湖，贝加尔湖啊，去过俄罗斯吗？没有，倒是想去的。想要去哪里玩？莫斯科还有那个圣彼得堡。对俄罗斯人有没有什么刻板印象？是有的，比如说像网上很火那种战斗民族啊，或者是他们长得很高大个啊，那种性格是比较直爽豪爽一点那种。比较高大，然后五官比较深邃，皮肤比较白。就战斗民族呗，其实就是可以去打枪啊。对呀。是吧？感觉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友好一点的吧。他们挺好的，因为战斗民族嘛，然后呢，做人就是非常的耿直，对，耿直。说到俄罗斯人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当然是他们的总统，因为很帅，很帅。老普啊。对。我想到的是小梅，你知道吧？哪个梅啊？梅德韦杰夫啊。OK， 好。我们想的好互补。俄罗斯的女性长得很漂亮，尤其是在她们结婚之前。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有欧洲人的这样的白皮肤，然后蓝眼睛，然后有这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发碧眼。然后俄罗斯的男人，其实我是没接触过，但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黑河生活嘛，所以他的对岸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，好像叫布什吧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那边是不是挺多俄罗斯来中国的？黑河它有一个好像是一个集贸市场吧，俄罗斯很多的俄罗斯人会到这儿去采购一些轻工产品。平常有接触过吗？就是只有看到过是吧？我记得我去俄罗斯那个时候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黑河，这个一路上这个坐火车从哈尔滨到黑河就有很多俄罗斯人。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？印象我觉得还是挺豪爽的吧。那不跟东北人差不多？对，有一点相似。说的豪爽是指哪方面呢？就是比较爱笑然后的话呢会打招呼，然后的话如果懂他们的语言的话，可能他们还会开一些玩笑。您会说俄语吗？我可能就会说一句。来那个可能比较知名的那一句吧，呀溜不溜杰比呀。我不知道。好像是我爱你的意思吧？好像是如果没记错。可以了，已经比很多人厉害了，是吧？因为其实很多像南方的，尤其是对俄罗斯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浅的，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到。您是去过俄罗斯是吧？我没去过，我父亲去过。那您父亲对俄罗斯的印象怎么样？就是去过之后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是有这个相互的生意的往来和合作吧。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历他跟你分享的？比如说俄罗斯人他们比较爱吃这个肉类的，然后会比较这个热情，然后可能在合作的过程当中，他会招呼你到他家里去一块儿去享用当地的一些美食。你觉得他们跟东北人有区别吗？那肯定有区别，区别还蛮大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在性格方面都是属于比较，开朗乐观。就男的很爱喝酒，很高，对，很高很壮，那女孩子很女帅吧？孩也很漂亮，美。我们也有很多俄罗斯关注啊，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？欢迎来桂林玩，多来中国看一下，中国也很漂亮。
俄罗斯人都长得比较好看，颜值比较高，但是俄罗斯的人性格比较刚毅一些。就像我有一个俄罗斯朋友，他就是一个非常business， 他是一个那种对 business woman， 他原本学的是科技，然后自己就是开发了15款 APP， 然后早上学习晚上创业，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人这个精神很厉害。没有什么刻板印象，因为我弟弟的妻子就是俄罗斯人。哦，算是弟媳妇儿。啊，跟他平常相处有，就是有什么文化差异吗？是你观察到的？文化差异肯定还是有，就比如说像饮食上面，他们很喜欢吃奶酪，但是我感觉这也是因人而异吧。就像中国人一样，也有人是I人，有人是E人，对，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。但对，那他说中文还是说俄语啊？他也会说中文。然后弟弟是说俄语。对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大多数说俄语，但是他跟我们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会说中文。那在中国，像你刷到的媒体啊，或者是微博啊，对俄罗斯的描述一般是什么样的？战斗民族。在中国，就是这个新闻媒体都是怎么描述俄罗斯的？中国媒体对俄罗斯的话还是比较友好的，他的评论还是比较 very good 的 ，yes， 因为我刚刚还提到，就是说中俄是友谊之国，所以说中国对俄罗斯的评价比较那个高赞。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态度怎么样呢？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一种朋友的态度，朋友以朋友相待，只要你不搞我，我就不搞你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肯定是友好的呀。因为俄罗斯的前身是苏联，社会主义国家，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，我们肯定对社会主义友好嘛。挺友好的吧，我觉得，就是中国人就是不做侮辱国家之类的事儿，我觉得都挺友好的。我觉得应该是正面和积极的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是这个两个国家挨得也比较近，对吧？然后再一个是在二战的这个阶段，就是在中国那个时候面临二战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，俄罗斯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帮助。再加上这个我们整个从这个比较早俄罗斯成立前苏联国家的时候，可能对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些输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友好的。我们跟俄罗斯关系，人与人之间关系挺好的。我有挺多俄罗斯朋友，而且他们中文也挺好，而且对人也很友善。然后政治我不太了解，我是学艺术的。我平时浏览一些帖子啊，刷一些视频，就是对俄罗斯人一般都是偏向正面的。对俄罗斯啊，应该是友好。就中国人不管是对外国人都挺基本都很包容的。对啊。